各位投资者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说一句扎心的话，90%以上的人其实根本不会买黄金。你没听错，很多人一听黄金大涨，立马冲出去买，但他们用的方式全错误，结果不但没赚钱，反而成了韭菜。你要是还在用老办法买黄金，很可能此刻正走在亏钱的路上。关注 Chartmystic， 带你拆透每一个财经事件背后的真相。最近金价火得一塌糊涂，避险情绪一来，黄金就成了全场明星，各大新闻头条都在说黄金创历史新高，朋友圈里也在喊快买黄金保值吧。没错，黄金确实有保值作用，几千年来它就是硬通货。可问题是，大多数人压根没搞清楚黄金到底该怎么买，买错方式，再牛的行情也轮不到你赚钱。咱们先来掰开揉碎，看看普通人常掉进的几个大坑。第一个坑就是把首饰黄金当投资，有人跑到珠宝店买个戒指项链，心里美滋滋，我买了黄金，等着升值吧。结果刚走出店门就立马亏钱。为啥？因为首饰黄金里面掺着各种溢价，设计费、工艺费、品牌溢价，你买的时候比国际金价贵 10%到 20%， 回收的时候人家只看克数，还要再打折。这投资不是升值，而是消费，首饰黄金几乎没有投资价值。第二个坑，把金条当储蓄，有些人买了一根金条锁在保险柜里，觉得踏实得很，这才是硬通货，比银行存钱靠谱。可真等到急用钱拿出去卖，你才发现坑在哪儿。金条回收价通常比现货金价低不少，加上渠道费用、手续费，你很可能白白损失几百上千。第三个坑，迷信纸黄金，银行推出的纸黄金、账户黄金看上去很方便，买卖都在账户里操作，但问题是它根本不是实物黄金，你买到的只是一个记账凭证，拿不到实物。更关键的是，纸黄金跟国际现货金价不是完全同步的，流动性差，还可能有点差价。很多人自以为持有黄金，其实只是在玩银行的理财数字游戏。第四个坑，乱玩黄金期货，不少人嫌现货黄金涨得慢，心里急就跑去玩期货。期货有杠杆，10倍20倍放大，看上去很爽，可你知道吗？黄金期货波动很大，一个消息出来，价格能瞬间跳几十美元，普通人根本扛不住，进去没几天就爆仓。本来黄金是避险资产，结果被当成赌场，这就是最大讽刺。第五个坑，只盯国内金价，忽略美元和利率。很多人看着国内金价涨跌就下单，觉得自己跟上了节奏，但实际上黄金是美元定价的全球资产，你要是只盯国内价格，不看国际逻辑，方向80%都错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说90%以上的人不会买黄金？因为他们买的方法本质上都错了。这些坑把大多数人都困在里面，很多人嘴上喊着黄金避险，可最后发现避的不是风险，而是避开了赚钱机会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为什么90%以上的人都不会买黄金？那问题来了，黄金到底该怎么买才是对的？接下来我就把正确姿势掰开揉碎说给你听。第一种方式，实物黄金。先说实物黄金，它确实是黄金投资的一种，但适合什么人？适合那些要防身、要传承、要做长期财富储藏的人。比如你买一小部分金条锁在家里，这是应对极端风险的底牌。什么叫极端风险？如果真的出现货币贬值、经济动荡，甚至极端情况，手里有金条总比拿着一堆废纸钱强。但是要注意，实物黄金不能成为你主要的投资方式。为什么？因为流动性差，你急着变现往往会亏损，而且存放也有成本，保险贵，防盗措施都要钱。所以实物黄金最多占你资产的 5% 到 10%， 做底仓就够了，别全仓买金条，那是傻事儿。第二种方式，黄金 ETF， 这是普通投资者的首选。什么是黄金 ETF？ 就是以黄金现货为基础的基金产品，你买的就是黄金价格的份额。黄金 ETF 的优势很明显，第一，门槛低，你不用几万块买金条，几百块就能买一份。第二，流动性好，在二级市场上像买股票一样买卖，非常方便。第三，价格透明， ETF 的价格基本紧跟国际金价，不会被珠宝店、银行收割溢价。如果你是普通投资者，想配置黄金，那黄金 ETF 是最稳妥的，长期拿、分批买，甚至做定投，都比你乱买首饰靠谱10000倍。第三种方式，纸黄金。再说纸黄金，它的优点是方便，操作简单，不需要保管，你在银行的账户里就能买，像买理财一样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它不是实物，没有交割，
你只是持有一个虚拟数字。有时候银行的买卖价差比较大，来回交易成本高，所以纸黄金可以作为轻度参与的工具。如果你只是想体验黄金投资，纸黄金也能用，但它绝对不是最优解。第4种方式，黄金期货。这个我必须再强调一次，期货是专业玩家的游戏，不是普通人的赛道。期货带杠杆，你本金1万，杠杆10倍，就相当于操盘10万。金价一旦反向波动 1%， 你就爆仓出局。期货的风险极高，除非你是职业交易员，懂风控，懂资金管理，否则千万别碰。黄金本来是避险工具，你完成期货，那不是避险，而是自找危险。第5种方式，黄金股与相关产业。有些人喜欢买黄金矿业股，觉得能跟上金价行情，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大区别。黄金股的价格不只是受金价影响，还受公司经营、成本、负债的影响。有时候金价涨，矿业公司反而亏损。所以黄金股不是黄金，它只是相关概念。普通投资者不要混淆投资黄金的底层逻辑。到这里，很多人会问，那什么时候该买黄金？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黄金的底层逻辑里。黄金的价格最核心的2个变量，美元的强弱，美联储的利率。美元走强，黄金承压；美元走弱，黄金上涨。利率高，资金更愿意去拿美债，不会来买黄金。利率低，资金没地方去，黄金就成了最佳避险。所以你要搞懂黄金，盯的不是国内金店的报价，而是美元指数、美债收益率、美联储的利率政策，这才是黄金的大方向。实操建议说到这儿，咱们就来点干货，给出真正可执行的建议。第一，普通投资者别折腾首饰、金条，直接买黄金 ETF， 每个月定投一点，拉长周期，慢慢持有，这样你能享受黄金的长期避险属性，也能分散风险。第二，小额收藏，如果你一定要摸实物，建议买金条，不要买首饰。金条的溢价小，保值效果强，首饰更多是消费，不是投资。第三，轻度尝试，如果你只是想玩玩，不想太复杂，纸黄金也行，但要认清本质，它只是银行的记账凭证，不是真黄金。第四，专业玩家，如果你真的懂金融，懂交易，可以考虑黄金期货，但要有严格的风控，否则风险极大。所以投资黄金有3句话。第一句，首饰不是投资，别拿消费当理财。第二句， ETF 是首选，长期定投最靠谱。第三句，黄金看美元，方向全在美联储手里。你要搞懂这3点，就已经比 90% 的人聪明。下次再有人跟你说买黄金避险，你就能告诉他怎么买才是真正的投资。固定结尾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是怎么买黄金的，有没有踩过坑。记得订阅和打开通知。我是 Chartamistic， 我们下期继续拆透市场，抓住属于你的交易机会。